大家好，为了让我们的角色能够先动起来，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动画重定向。虚幻引擎中呢，主要有3种重复利用动画的方式。第一种叫做兼容骨架，这是最简单的情况。如果当前对象的骨架是原骨架的一个子集，就可以适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的这个鞋子的一个骨架，它是基于我们的角色的骨架简化之后得到的，也就是说，在它中的每一个骨骼，角色骨架中都拥有，并且它不拥有角色骨架中没有的骨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简单的使用骨架兼容。然后具体方法呢，是我们在打开骨架的这个页面，这边有一个重定位，重定向，然后在这边管理兼容骨架，我们点击添加骨架，然后找到我们角色的骨架，这个保存，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骨架上去播放我们角色的动画。好，接下来第二种叫做平移重定向。如果我们当前对象的骨骼层级以及命名和我们的原对象都是一致的，我们先打开我们的角色的骨架看一下。这样的。现在假如说我们又导入了一个男生的标准的一个骨架，它的所有这边骨骼所有的这个命名和层级和我们的女生都一样的，但是男生的身体构造和女生不完全相同。比如说男生的腿它会长一点，这条骨骼比如说它到了这个位置，然后这条骨骼这样到了这个位置，就虽然骨骼的层级和命名都一样，但是它的缩放以及它的位移并不完全一致。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能够直接把女生的动画给这个男生用，会导致一些像比如说角色身体被压缩、伸长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来设置我们的平移重定向。那么这个操作也很简单，就是找到我们的这个骨架，比如说我们需要把女生的动画应用到男生上，我们就需要打开男生的骨架，然后在这个地方骨骼数这边点一个齿轮，然后显示重定向选项。在这个地方有几种选择，一个叫动画，一个叫缩放动画，一个叫骨骼，当然还有其他的。这边这个软件已经给我们默认配置好了。骨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这边的数据，就这边的一个数据。然后动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别人的数据。比如说现在男生想要播放女生的动画，如果我们把这边全部配置成动画的话，这些数据就直接来源于女生的那个动画，那我们这边自己骨骼中的数据就被忽略了，这是我们不想发生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骨骼按照当前这个做法来配置，就是 root 我们需要用的是动画，因为动画中可能会有一些整体的缩放，然后 hips 需要的是缩放动画，其他的全部都使用骨骼。这个是插件已经给我们配置好了的正确的做法。好，在这样配置的情况下，双方的动画就是可以相互通用了。那么第3种情况下叫做基于骨骼链的重定向，这是最复杂的情况，就是假设我们角色需要重定向动画的2个角色，他们的骨骼层级不同，他们的命名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一个重定向。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女生的角色和我们打开我们的虚幻引擎默认的一个这个 Mannequin Mesh 和这个骨架，他们是不是命名和层级都完全不同？好，现在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重定向。首先原理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需要做一下抽象处理。我们现在不关心单一的骨骼它的名字叫做什么，或者说它的运动是什么样子的，而是把我们身体抽象成几个部分。比如说
手臂、腿、脊柱，然后脖子和头。像这样，我们把这个身体抽象成若干条链路。现在，假如我们把一条手臂上的所有骨骼看成一个整体，我们把它叫做骨骼链。这样子，基于描述这条手臂上所有骨骼的运动，就被抽象成了描述一条手臂是如何运动的。然后整体的动画就变成了描述我们几条骨骼链是如何运动的。就虽然我们两个角色之间骨骼命名不同，层级不同，但是我们两个角色都有相同的手臂、相同的腿、相同的脊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骨架也做相同的抽象处理。然后这样子，我们的原动画就可以直接用来描述我们新的这几条骨骼链。好，这是原理。然后为了实现这个原理，我们需要配置一个叫做 ikrig 的文件。我来找到，就这个叫做 ik 绑定。它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骨架分成若干条骨骼链。我们来打开一个，要用哪个？打开这个来看一下吧。就是在这边，这些都是我们的骨骼。然后当然它里面有一些 ik， 这个我们现在不关注。然后这边是被配置成的重定向链。我们来看一条链，比如说这个，从这个身体的脊椎这里开始，然后胸膛、上胸膛这几条被当做了这个 span 这条骨骼链，它们被配置成了同一条骨骼链。然后我们的手臂，比如说这样，左手的第一条骨骼，第二条，然后手这几个骨骼被配置成了第二条骨骼链。好，那么这边是插件帮我们默认配置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里是链条的一个名称，还有链条的初始骨骼和结束的骨骼。这边是所有的骨骼链。我们一般会需要把我们的 root 单独分一个，然后我们的脊椎有一条，然后我们的左手、右手，然后手指啊这些都各自有一些骨骼链。然后这是我们的角色的骨骼链。我们仍然需要这个原角色的一个骨骼链，比如说这个虚幻引擎自带的角色，它是有这个设置的。我们找到，在这个 rigs 里面有一个 ik 绑定。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做了类似的设置。为了让这个两个模型之间可以通用动画，我们需要这两个模型有相同的骨骼链，就骨骼链的名称必须是相同的。好，现在我们的资产已经有了，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来进行重定向，是吧？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个 ik 重定向器。我们可以给它打开，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的，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原目标，就是我们要用到的动画的目标，一个是我们当前的这个目标。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切换的选项，点一下，这边是 editing retarget pose， 就是我们需要使用相同的初始姿势，在这个地方进行编辑。我们现在两个姿势都是一个 T pose， 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修改我们的 pose， 然后再点一下是开始重定向的一个预览。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播放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原对象的一个动画。我们双击在这个
资产浏览器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已经自动的进行了重定向。跑步。没问题。那如果你是自己做的这个重定向器呢，你就需要配置这个地方的一个资产，比如说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个原的 iKrig 的一个资产和原的一个谷歌网格体，然后这边是需要目标的 iKrig， 这是目标的这个谷歌网格体，这些东西都是就是插件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角色进行分开，像这样平移开，因为默认情况下它是重叠在一起的。好，这边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动画并没有问题。那么导出的话，就是我们在这边选中想要重定向的动画，然后点击这里的导出选定动画，这样。然后选择一个目标，选择一个文件夹，然后开始命名导出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这里其实可以多选，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批量进行导出。然后我们这边选择一些我们需要的动画，让我们的那个角色先能够动起来。然后这边这些都是虚幻引擎默认的一个动画，像 MF 是指的是 Queen， 就是女性角色的那个动画 ，MM 指的是这个男性角色，这个 Manny 它的动画。但是有一些动画其实是通用的，像这些跳跃、着陆这些都是男女通用的。那我们先把女性角色的动画全部选上，然后把女性角色没有，但是男性角色有的动画给选上，这个也选上。Walk forward 这个是有的 ，Pose 也可以选上。这个不需要。好，我们需要这么几个动画，然后点导出，我们选择一个文件夹。这个资源它属于一个美术资源，所以我们放到我们的这个插件中，在这个地方去新建一个文件夹 ，Animation，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批量的进行一个重命名。我们可以在这里去给动画加一个前缀，也可以在这地方加后缀。然后这个地方是搜索这个名字中的特定的值，然后替换成我们新的一个值。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因为它有 MF 和 MM 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就搜索一下 MM 吧。MF 的我们可以手动的改一下。我们搜索 MM-，然后给它替换成 A-， 代表的是 Anim， 然后我们这个角色的一个缩写，我们这个角色缩写叫 Base Girl 的话 BG-， 好，我们导出，然后我们可以勾选上复写现有文件。这个是当我们重新导入的时候，它不会创建一个新的数据，而是进行一个覆盖。我们导出，我们找到我们的目录，可以看到这边就已经导过来了。我们手动的把这一个其他的文件进行一个重命名。好，这个可以关掉，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我们的动画。
place and jump idle for loop。好，我们保存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 land 这个动画，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看到它是有问题的，因为这边有一个选项，我们来找一下这个 additive 动画类型这边，我们需要给它改成无 additive。好，这样就正常了。好，这一节我们就先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开始构建一个动画系统的一个框架。